在之前的视频里，我们探讨了神是否存在和如果神存在，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与这两个问题息息相关的另一个更个人、更触动人心的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来世？在一个有神主导的世界里，轮回、天堂、地狱都是我们死后的归宿。那么在一个神与自然相融合的世界里，或者在一个无神的世界里，我们的意识在死亡之后会归于何处？是转化为另一种存在，还是散作微尘后坠入虚无？屏幕前的你或许曾在某个时刻思考过这个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就从哲学、科学乃至个人体验的角度，一起探寻可能的答案。探讨来世的前提是将我们有限的生命延展，然后分作两段，一是今生，一是来世。这两段的分界线就是死亡。尽管在这条线上众生平等，无人例外，但我们或许都怀揣着同样的期望，它不是终点，而是通往另一个未知世界的起点。当然，肉体的消亡无可争辩，我们困惑的是，我们的意识在死后是否仍然存在？如果存在，它又去了哪里？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或者支持来世这一观点的。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人死便不复存在。他说，死亡并不可怕，因为当我们活着时，死亡尚未来临，而当死亡降临时，我们已不复存在，因此害怕死亡毫无意义。德国哲学家和诗人尼采认为，死亡即终结，生命的意义不应寄托于虚幻的彼岸世界，而应在此生中由个体创造。他认为，所谓来世或者彼岸世界是宗教创造出来的，对无力改变现实的人们的一种心理补偿机制，让那些无法在现实中掌控自己命运的人将希望寄托于死后的补偿。这种机制让他们甘愿受苦，服从宗教秩序。尼采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宣言，就是上帝已死。他认为宗教信仰已经被现代科学、哲学和理性所击碎，这意味着传统宗教的权威和关于来世的希望已不再具有可信性。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就不得不面对现实，也就是死亡即终结。人生就一次，没有死后的救赎。尼采这一观点的提出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尼采所处的18世纪是一个科学快速发展的时代，从生物学到物理学、地质学、医学和神经科学都有着突破性的发展，特别是神经科学的发展。19世纪德国著名的生理学家和物理学家赫尔曼·冯·赫尔姆赫兹通过研究证明，神经系统的工作原理是物理和化学反应，而非灵魂或神秘力量的驱动。他采用的研究是，首先选用青蛙的坐骨神经和排肠肌来刺激神经纤维的一端，然后测量肌肉收缩的时间延迟。他通过比较不同长度的神经纤维，计算出了神经冲动的速度大约为每秒27米。这说明神经系统的信号传导是有延迟的。但是如果灵魂是主导思维的存在，那么思想和反应不应该受到神经传导速度的限制。所以我们的意识和神经信号传导是一种物理化学反应，而不是来自灵魂的驱使。尼采虽然不是科学家，但他对当时的科学发展保持着高度的关注。赫尔姆赫兹的研究让他意识到，如果意识只是神经系统的活动结果，那么死亡就是终点，不可能存在未来。所以宗教所宣扬的灵魂不朽并没有科学依据。因此我们需要接受生命的短暂性，并在有限的时间内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寄托于死后的世界。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却反对尼采这一观点。伯格森认为，将意识等同于神经活动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意识并不是由大脑产生的，而是通过大脑与物理世界交互的一种现象。换言之，大脑是意识的媒介，意识本质上是流动的、超越时间的，而不是机械的、静态的。大脑只是过滤器，让意识与物理世界建立联系，而非制造意识的源头。伯格森提出了一个绵延的概念，他认为物理时间如分钟、小时是分割的、量化的，符合物理学的测量方式。但意识的时间并不是分割的，而是连续流动的。当你在听一首钢琴曲时，如果从物理学或唯物主义的视角分析，这首曲子是由一连串独立的音符构成的，每个音符的长短、轻重
都可以单独测量、记录、分析。但是在你的意识体验中，你并不会听到一连串独立的音符，而是听到旋律的流动。前一个音符的余韵仍然影响着你对下一个音符的感受，整个旋律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也就是说，在你听音乐时，你的体验是一种流动绵延，而不是被切割成孤立的瞬间。一个音符的物理性结束不会阻止意识的延续，这种绵延意味着意识的本质是持续的，不会被物理死亡简单终结，而可能继续存在于某种非物理的时间流中。同样，大脑的死亡并不必然意味着意识的终结，而可能只是进入另一种形式。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认为，人的心理结构不仅仅由个人潜意识构成，还包含了更深层次的集体潜意识。这种集体潜意识超越个人体验，是人类整个种族共同拥有的、遗传下来的深层次的心理模式。荣格发现，不同文化历史时期的人类在没有相互交流的情况下，竟然能产生相似的神话、宗教信仰、善恶标准和梦境图像。例如，世界各地的神话都有大洪水、英雄旅程、死亡与重生等主题，这些都可能来源于人类共同的心理结构，而不是单纯的文化传播。人类的集体潜意识还包括共同拥有的一种象征性的模式，比如不同文化中的母神形象，如埃及的伊斯西、中国的女娲、基督教的圣母玛利亚，还有带领人类克服洪水灾难的英雄形象，如中国的大禹、印度的魔奴、希腊神话的丢卡利翁等等。荣格本人在1944年因心脏病发作后，经历了一次濒死体验。他在回忆中描述了他悬浮在地球上方，看到地球的壮丽景象，然后他进入了一个神秘的寺庙，感受到极度的平和。这次经历让他确信，意识在身体死亡后可能继续存在，并进入更深层次精神领域。他之后研究了许多濒死体验案例，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濒死时看到的景象、经历的情绪和象征性图像竟然非常相似，这更加固了他对集体潜意识理论的信心。他相信个人意识在死后不会完全消失，而是融入了更大的集体潜意识之中。尽管有许多神经科学家认为濒死体验是大脑缺氧、神经异常活动或药物作用的结果，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来世，但是意识毕竟是一种个人体验，很难在科学的层面上彻底证伪。随着科技和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当代主流哲学更倾向于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并不去在来世这个问题上做更多的纠结。例如，当代的哲学家和自然主义思想家托马斯·克拉克便以自然主义为基础，提出了一种以科学为导向的来世观。他认为，所有的思想、情感、记忆和意识体验都来源于大脑的神经活动。如果大脑停止运动，那么意识就会像熄灭的火焰一样消散，而不会以某种灵魂或精神实体的形式继续存在。当然，科技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类对现实的理解，也为意识的延续提供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邓肯·琼斯执导、杰克·杰伦哈尔主演的2001年的电影《源代码》便借助科幻设定探讨了这一主题。影片中，一名在现实世界已然死亡的士兵科特被连接至源代码系统，一种可以让他进入已发生事件的神经模拟技术。他被反复地送回一列行驶的火车，每次都必须在8分钟之内找到恐怖分子，以阻止更大规模的恐怖袭击。然而，每次任务失败，火车便会爆炸，他随即死亡。但下一刻，他又被重新投入到同样的时空，循环反复，不断寻找真相。随着科特的探索，他发现自己在源代码世界中不仅能做出新的选择，还能改变现实的进程。于是他开始思考，如果自己在这个世界中仍然拥有意识，这是否意味着他真正活着？这一设定让电影从一个时间循环的玄幻科幻故事演变为一场对意识存续以现实本质的哲学探讨。影片的结局进一步挑战了我们对死亡是否终结一切的认知。科特最终成功阻止爆炸，并在任务的最后请求军官古德温关闭他现实世界中的生命维持系统，让他彻底死亡。按理来说，这本应是他的最终结局。然而，当源代码世界的8分钟倒计时结束，他并没有消失，反而继续存活在火车上那个现实世界之中。这个世界
本应是程序中的一个虚拟空间，但它却变得完整、真实，成为科特的新的人生。电影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如果科技能够让意识在另一个世界中继续存续，我们是否仍然会面临真正的死亡？源代码系统的本质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模拟，而是意识的投射或转移技术，最终创造一个新的实体。这一设定与当代科技发展中的人工智能、神经上传等概念不谋而合。如果一个人的思维、记忆和感知能够在某种数字载体中完整运行，那么死后是否仍然以另一种形式生存？从这一个角度来说，未来科技可能会带来一种科学意义上的来世，它不再依赖传统宗教中的灵魂概念，而是建立在对意识机制和现实本质的全新理解之上。当然，我们在探讨来世的可能时，无论是支持还是否定来世，这种探讨的核心始终是围绕着意识。我们日常生活中偶尔会想到下辈子或来世，但我们设想的往往是意识的延续，而非单纯的肉体在时空中的转换。这一思考不禁让人联想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在笛卡尔看来，我们所见所闻所触所感的一切都可能是错觉，无法作为存在的最终证明。唯有思考本身、怀疑的能力、意识的活动，才是我们存在的最直接的证据。换言之，无论对于来世的看法如何，真正让我们关心的始终是思考的自我是否能超越生命的界限。我们对意识的延续的渴望，很大程度上源于情感的羁绊。人生并非一场悄无声息的旅程，我们往往无法做到轻轻的来，轻轻的走，不带走一片云彩。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与事，让我们在离去时仍然满怀不舍，牵挂不断。当《骇客帝国》的主演基诺里维斯被问及人死后会发生什么时，他沉思片刻回答道：我知道爱我们的人们会想念我们。这或许正是人们对来世执着的根源，不是因为我们畏惧终结，而是因为我们不愿被遗忘，也不愿遗忘那些深爱的人。正如玛丽伊丽莎白·费莱在诗中所写：不要站在我的坟前哭泣，我不在那里，我未曾离去。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请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